世界怎么了？我们都在问。我们渴望确定，但似乎都是待定。通过规划来引导发展的节奏感，成为一个中国特有的一个经验啊。回过头来说，它是中国的，它也应该是世界的。我当时是15规划的杂志员啊。说这话的人叫董玉，曾经任职于一个特殊的办公室。作为70后，已经连续4次参与5年规划的编制。那会儿就真的是不累，就有时候一句话怎么把它如果把它表述出来，会有一点成就感。我搜了搜他的文章，发现规划已经成为他的思维方式。最近我跟他聊了几次，也就在这几天，中国未来5年的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出炉。如何用规划的思维理解中国的确定性，回应世界的不确定性？跟董玉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3种力量。第一种力量叫思考力。今年全世界的学者都在抛出疑问：道德重要吗？注重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？面对全球困局，中国的答案是什么？刚刚结束不久的19届5中全会公布了“14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稿。这次的建议稿把15年远景目标放在了5年规划前面，这很罕见。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的变化，这体现了一种我们先谋长远，然后再根据这个长远目标去落实这么一种路径吧。实际上它就是说，这步子呢就是更大一点、更稳一点，然后每5年一个周期呢，也是能够更加保持这个连续性、稳定性。变局之下，很多人看不了那么远，焦虑的是眼前有没有发展空间。每一个环境呢，特别重大的判断呢，就是还处于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啊。新的机遇在哪里？如果稍稍关注今年的时政新闻，就会发现新发展格局正在成为新的指南针。指向何处？可以举个例子。有很多人担心产业转移到东南亚自己会失业，但内循环意味着产业链重构，不少制造企业可能不会外流，而是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。循环起来，畅通的是生产和供给，保证的是发展和安全。安全的一个关键是科技创新。建议稿里特别提到了一句话，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只有科技自立，我们的产业才能自立；我们的产业自立，我们的经济才能自立；我们经济自立，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变成强国。强不是自己跟自己玩，而是更好的链接世界。国内大循环要牵动的是国内国际双循环，开放正在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新的引力场。新发展格局正在呼唤新发展规划。不要觉得就是规划文本是很枯燥的东西，好像在写个科幻小说，但是呢，它又是那种硬科幻的，你写了以后，将来它是会变成现实的。中国硬核科幻是如何变成现实？跟随着董一的记忆，我们回到5年前“13五”规划制定的时间，我发现了第2种力量——决策力。2015年好过吗？我搜了搜当年的报道，扑面而来的是下降。GDP 增速创25年新低，连续46个月。企业交出的成绩单并不好看。形容今年的金融市场的话，就是震荡。那一年，大街上很多人都戴着口罩，也是造成城市雾霾的一个重要。社会的焦虑点聚焦在北方城市雾霾背后的钢铁产能过剩。我们现在好像说经济形势很严峻，那实际上编13规划到2015年，然后有大量的问题在，所以我们今天情况跟当时有可比性，在面临困难复杂情况下，我们去编一个那个5年规划。这么多问题，中国要怎么发展？我翻了翻“13五”规划的25个指标，最多的一类是关于环境保护的，有10个。为什么是环境？很多人也有困惑。你为什么淘汰我呢？为什么不淘汰他？对企业来说，你生产的义务是相当的尖锐的。能不能成？中国选择用这5个词当做约定，这也是写进“13五”规划当中，并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发展理念。别的不说，雾霾为什么现在没有？就跟那次董玉口中的那次重要会议，跟过往讨论大战略不太一样，讨论了6件小事儿，而这些事儿在总书记眼里都是大事儿。第一个就关于雾霾这件事儿下了决心。2013年，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有3个，到2016年是84个。2017年，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在全国范围停滞，100多年来向森林过度索取的历史宣告终结。今年天挺蓝的，不仅天蓝了，北京的晚上也能看到星星了。有一位星空摄影师做了一个北京星空测评，能不能他以故宫为起始点，用夜空质量检测仪往北走了5公里、10公里、100公里，分别测量不同地点的夜空质量。结果是，不仅能看到星星，还可以找到很好的观测点。环境不只是能看到星星的生态环境，也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环境。这5年，
绿色这2个字凝聚起了新的发展共识，绿色也是 GDP。5年的约定一一达成。过去5年，有痛感，有风险，中国都稳住了。我们不管国际形势多么复杂，而且甚至是说，形势越复杂，我们越需要规划。规划其实就是争取每个人最大的发展空间。中国的发展力还有多大？在建议全文里有一个关键词被提了132次，人是最大的潜力。但是关于人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组数据：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57.8%，而发达国家超过70%，差距就是潜力。未来关注的不只是大家能赚多少，更重要的是大家赚了之后能花多少。也因此有了远景目标里提到的，要让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脚下的路非常重要。这个道路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共同富裕。但是以北纬31度纹分界线的南北两头正在发生着很多年轻人都能感知得到的变化。如果你正面临着选择就业城市，你会发现北纬31度以南，你可以选择1线城市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也可以选择网红新晋1线城市苏州、杭州、成都、武汉。但当你把目光投向北纬31度以北，你的选择圈迅速收缩，聚焦在北京。南方还是北方？如何破解这个选择难题？在公报中有这样8个字：优化国土空间布局。看起来很宏大，但真正读懂它，你可能会对未来的选择做出不一样的判断。先来看看今年关于城市的几件大事儿。第一件事儿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。5中全会召开前，一共调研11地12次。你可能没发现，北方有6次，南方也是6次，背后的深意正是平衡。来看看今年被格外关注的武汉。早在2年前，一份从中央发出的意见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，其中就有武汉。被赋予引领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发展使命的武汉，今年1季度为了守卫生命，武汉经济增速下跌40%，到3季度，武汉快速重启，重新进入全国城市前10。中部正在崛起，与此同时，西部也在进行格局重塑，东西南北中全国一盘棋，中国城市的变局正在展开。如果说协调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第一重深意，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第2重深意。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60%，但如果按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核算，这一数据则变为不足45%。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人，并没有真正的城镇化。健康的城市发展要健康的人口结构，就不能说呢就是唯学历论去搞这个城镇化。城镇化也有不同的产业结构、服务结构，它需要学历层次这个人才。还有很多人飘在城市当中。说个简单的数据，2019年在美团平台区的外卖骑手就有398.7万人。当疫情让城市慢下来，不少人才意识到城市已经离不开他们。城市离不开的还有很多人。预计在不久的将来，很多城市都会深切感受到全面缺人的烦恼。建议稿里也特别提到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因为你可以想象，就是面向现代化规划，它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划，它将来呢会越来越突出这个民生方面。新发展理念提到的共享，说的就是每个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董玉在他的文章里写道，从抢人才到抢人，谁先认识到这一点，谁就有可能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占据主动。每个人都在被需要。发展规划从来不只是国家规划，而是我们共同的机会和目标。你的5年规划是什么？弹幕告诉我吧。